万象归空觉本心，般若光明照迷津。心静如水见真性，无我无执达涅盘。心经又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全文只有260个字，但却非常重要。把600卷大般若经浓缩为260个字，就是心经。它是佛教最著名的经典之一，广泛流传于佛教各大宗派，被誉为经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佛陀，要成为佛，必要条件就是必须达到般若波罗蜜多。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波罗蜜多就是完美或圆满的意思。也就是成佛的必要条件就是智慧完满。这意味着心经里面隐藏着成佛的秘密。心经深刻地阐述了佛教中的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智慧完满的理念。这就是心经为什么又被称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原因。事实上，智慧圆满就是佛教的最高目标，也是佛教的最高财宝。在佛法中，智慧是对一切法真实和本质的认知，是能够破除无明和烦恼的能力，是能够证悟自性和佛性的境界。智慧是佛教修行者需要付出最大努力的方向，也是佛教成就者的最大证明。接下来我会为大家完全解读这部极其重要的佛家经典。我的解读会分成3个部分进行。首先，我会极慢速通读一遍心经，然后我会逐字逐句讲解心经，最后我会对心经再进行一次全文的解读。现在我先用极慢速通读一遍心经，大家也可以跟着诵读。在诵读的过程中，请注意用心去仔细体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以下是我对这段经文的逐句逐字解读和进一步解释。心经第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现代白话解释：观世音菩萨在修习深奥的般若智慧时，洞察到所有存在的基本组成要素，五蕴、色、受、想、行、识都是空无自性的，因此能超越一切痛苦。进一步解释，这里的五蕴是指构成人的五种要素：形体、色、感受、受、认知、想、行为、行、意识、识。菩萨通过智慧的修行，认识到这些要素本身是没有固定自性的，从而看透了生命的虚幻和苦难的根源。理解五蕴皆空，是理解心经乃至一切佛经的核心环节。接下来我会详细讲解五蕴皆空。首先，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是佛教用来分析人体和身心现象的五种要素。接下来我会先对这五蕴进行详细解释。色蕴指物质世界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和感官所感受到的物质。它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第一部分，物质实体。色蕴首先指的是物理的、有形的实体，例如桌子、椅子、房屋等。第二部分，身体物质。色蕴特别强调人类的身体作为物质的一部分，这不仅包括身体的外在形态，还包括内部器官、细胞，甚至是身体的生物化学过程。身体物质的色蕴，从最显而易见的外部特征如皮肤、头发、眼睛，到更深层的结构，如心脏、肺、肌肉和骨骼。这些身体部分不仅构成了我们外在的形象，也是我们进行各种生理活动的基础。内部器官如肝脏、肾脏、胃等，执行着生命维持的重要功能，如消化、排毒、血液循环等。这些器官虽然不是直接可见的，但它们的活动和健康状态对我们的整体健康有着重要影响。细胞作为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构成了身体的所有组织和器官。它们通过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如新陈代谢、能量转换、蛋白质合成等，支撑着生命的各种功能。此外，身体的生物化学过程，如激素分泌、神经传递、免疫反应等，也是色蕴的一部分。这些过程虽然无形，但对我们的情绪、思维、行为以及对疾病的抵抗力都有深远的影响。总的来说，色蕴中的身体物质不仅包括我们的肉体结构，还包括支撑着这些结构运作的各种生理和生化过程。这些过程和结构的相互作用，共同维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活动。第三部分，感官感受到的物质。色蕴还涉及通过五感，也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所感受到的物质。这意味着色蕴并非只是外部物质世界，也包括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官体验。例如，当我们看到一朵花时，
我们的视觉感受到了花的颜色和形状，这是色蕴中的视觉感官体验。同样，如果我们听到鸟鸣，我们的听觉感受到了声音的波动，这是色蕴中的听觉感官体验。当我们闻到花香或者食物的味道，我们的嗅觉和味觉分别感受到了气味和味道，这也是色蕴中的感官体验。最后，当我们触摸到物体的表面，例如触摸到花瓣的柔软或石头的粗糙，这是通过触觉得到的感官体验，同样属于色蕴的一部分。这些例子说明，色蕴包含了我们通过5种基本感官与世界互动的所有体验。这些体验构成了我们对物理世界的直接感知。第4部分，物质世界的属性。色蕴还涵盖了物质世界的基本属性，如重量、体积、温度、运动等。这些属性是构成我们物理世界感知的基础。首先是重量，物体的重量决定了我们在搬运或使用它们时所需的力量。例如，一个重石头和一个轻羽毛在我们手中的感觉完全不同。然后是体积，物体所占的空间大小。例如，一个大型的沙发与一个小型的桌子，在空间占据上有显著差异。再接下来是温度，物体的热度或冷度，这影响我们的触觉体验。例如，热水杯和冰冷饮料杯，在我们手中的感觉不同。最后是运动，物体的移动状态，包括速度和方向。例如，观察一辆快速移动的车辆和一棵静止的树，给我们的感觉是不同的。这些属性不仅是物理对象的特性，也是我们感知和互动世界的方式。它们构成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基本理解，并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决策。例如，考虑物体的重量和体积是搬家或购物时重要的因素。温度感知对于调节家居环境和选择适当的衣物至关重要，而对运动的观察和理解，对于驾驶车辆或参与体育活动是基本技能。这些属性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构成我们物理世界经验的基础。当然，物质世界的物理属性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这些，还包括密度、硬度、弹性、电导性、热导性、光学特性、声学特性、磁性、化学稳定性等等，我就不再一一列举。总之，这所有的物理特性都属于色蕴。接下来我们谈第2种蕴，受蕴，是我们对事物的直接感受，可以是愉快的、不愉快的或中性的，就是有乐、苦、舍3种。首先谈谈乐受，指愉快的感受或快乐，这可以是身体上的愉悦，如饱足、舒适，和精神上的快乐，如喜悦、满足感。然后谈谈苦受，指不愉快的感受或痛苦，这可以包括身体上的痛苦，如疼痛、饥饿，和精神上的痛苦，如悲伤、焦虑。最后谈谈舍受，可以理解为不动心或中性感受，指既非痛苦也非快乐的感受。这种感受通常是微妙的，不易被注意到的，如身体上的中立感受或精神上的冷漠。然后我们谈谈第3种蕴，想蕴，
这是对感官刺激的识别和标记，它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和解释我们的感官体验，主要包括5类。第一类，形状和颜色的识别，例如看到一个圆形的红色物体并识别它为苹果。第二类，声音的识别，听到特定的声音并将其与已知的事物或概念相联系，如听到狗吠声并识别它为狗叫。第三类，味道的识别，品尝食物时的味觉体验，如将某种味道识别为甜或辣。第四类，气味的识别，通过嗅觉识别不同的气味，如辨别花香或烟味。第五类，触感的识别，通过触觉感受到的体验，如区分柔软和硬质的触感。再接下来，我们谈谈第4种韵，形韵，这是我们对所想象境界的意志和行为，涵盖了所有的心理活动和心态构造，有善、恶、无动3种。善行指的是那些导致正面结果或有益影响的心理活动或行为，这些活动被认为是有助于减少痛苦、提升心灵纯净和朝向解脱的，会形成善业。善的行为或意志通常基于无私、爱心、同情、智慧等正面品质。恶行，恶是指那些导致负面结果或有害影响的心理活动或行为，会增加痛苦，引起内心动荡和远离精神解脱，造成恶业。恶行通常是基于贪婪、愤怒、无知等负面心态。无动行是指那些既不是善也不是恶的心理活动或行为，这些行为或意志在道德或精神发展上是中性的，它们不直接导致善果或恶果，会形成无记业。例如，一些自然的生理过程或不带任何道德意义的日常活动就可以归类为无动。在修佛时，理解和正确处理业力被视为实现精神解脱和终结轮回痛苦的关键。通过善行积累善业，减少恶行和恶业，以及正确的理解和处理无记业，个人可以逐步走向觉悟，摆脱苦海。这里我简单谈谈业和因果之间的关系。业和因果之间的关系是佛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佛教中，业指的是由个人的行为、言语和思想产生的能量或力量，这种能量会产生相应的后果或结果，这就是因果。简单来说，业就像是种子，而因果则是这些种子成长为植物的过程和结果。每个行动、话语，甚至思想，都像是在生命的田地里播下一个种子。这些种子根据它们的性质，也就是善、恶或中性，最终会生长并结出果实。善行会产生积极的后果，而恶行则带来负面的结果。例如，如果一个人经常行善，比如帮助他人、说真话、有同情心，那么他所积累的善业会最终带来积极的果报，比如幸福、和谐的人际关系、内心的平静。相反，如果一个人行为恶劣，比如欺骗、伤害他人、怀有恶意，那么所积累的恶业将导致痛苦、冲突和内心的动荡。在佛教中，因果关系并不总是立即显现，有时业的结果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显现。
甚至可能跨越多个轮回。这意味着我们当前生活中的某些经历，可能是以前多个轮回中行为的结果。佛教强调自我觉察和内省，以理解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通过正念和觉知，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我们的行为、话语和思想，积累更多的善业，减少恶业的产生。这样，我们不仅能在这一生中创造更和谐、更幸福的生活，还能在长远的层面上朝向精神的解脱和觉悟迈进。最后，我们谈谈第5种运，识运。它指的是意识或认识能力，包括我们对于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认识。识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识运包括对五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认识。这意味着我们如何通过这些感官来感知世界。然后，除了五感，识运还涉及心识，即对自己的思想、情感、愿望、记忆等内在心理状态的认识。五感加上心识，就是我们常说的眼、耳、鼻、舌、身、意6种识。此外，识运还涉及到对经验进行区分和分类的能力，比如识别不同的对象、情境或概念。识运还包括对自我存在的认知，即个体对自己身份和存在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识运也与我们对经历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感知有关。这是我们构建个人身份和故事的基础。总体而言，识运被看作是非常重要，但也是非常容易误解的部分。尽管它是我们体验世界和自我意识的基础，但识运是变化的、无常的，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我。这句话可能不好理解，我来举个例子。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农民，有一块自己耕种的土地。这块土地上，每年的作物会随着季节、天气和你的耕种方式而改变。有时候你种植水稻，有时候可能是玉米，又或者是蔬菜。你对这块土地的理解和感受也随着时间和你的农耕经验而变化。当你刚开始耕种时，可能对农业知识一无所知，但随着时间的积累，你学会了如何更好地照料作物，理解了天气如何影响收成，你的感受也会随之改变。可能最初对农耕感到迷茫和困难，但逐渐变得越来越有信心和成就感。这个例子就像是识运的一个缩影，就像你对土地的理解和感受会随着经验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认识和感知也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的心智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经历变化、适应和学习的过程。每一次新的体验和学习都会改变我们的认知和感觉，就像每一年的耕种和收成都会改变你对土地的理解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佛教中说识运是变化的、无常的，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我。把这里的认识延伸到科学领域也是一样。例如人们对相对论的认识。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固定不变的。然而，相对论的出现改变了这种观念，指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它们可以根据物体的运动速度和引力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就像农民随着时间学习和理解他的土地一样，科学家们和普通人也随着新理论的提出和验证，改变了对宇宙的认识。但是，相对论也非世界的真相。相对论的基本假设是，物理定律在所有惯性参考系中都是相同的，而光速在真空中是恒定不变的。这些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但它们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理解了宇宙的全部奥秘。例如，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在某些基本概念上存在冲突，尤其是在描述极小尺度或极高能量级别的物理现象时。这表明我们的科学理论仍在发展中，仍有许多未知领域等待我们去探索和理解。正如农民对土地的理解随着时间和经验而发展一样，科学界对物理宇宙的理解也在不断进化。每一项新的发现和理论都可能颠覆我们之前的认识，引领我们进入更深层次的理解。就像相对论曾经颠覆了牛顿物理学的某些观念一样，量子力学虽然没有完全颠覆相对论的观点，但而是在许多方面却与相对论相互补充。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尺度上的不同。相对论主要处理的是宏观尺度和极端情况，如非常大的质量或极高的速度，而量子力学专注于微观尺度，如原子和亚原子粒子的行为。再次，确定性与概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基于确定性的，即在给定的初始条件下，未来的事件可以精确预测。相比之下，量子力学是基于概率性的。他认为在微观尺度上，我们只能计算出不同结果发生的概率。然后，时间和空间的本质。相对论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强调了它们的相对性和弯曲。而量子力学在处理微观粒子时，通常不需要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弯曲。最后，重力的处理。相对论对重力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描述，将其视为时空的弯曲。但在量子力学中，重力仍然是一个未完全解决的难题。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将重力理论与量子理论统一起来。总的来说，虽然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在某些基本观点上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物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理解宇宙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目前，科学家们正在寻求一种统一的理论，能够整合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见解，这被称为量子引力理论。就算以后量子引力理论能完美的发展起来，也必然不是正确的。科学的发展可以被比喻为对宇宙的一次次更深入的剥洋葱过程。即使是如量子引力理论这样的先进理论，也可能只是在我们对宇宙理解的一段旅程中的一个阶段。这是因为我们能够观测和感受到的物质世界，包括我们所知的所有恒星、行星、星系，以及构成这些天体的物质，据估计只占宇宙总质量和能量的大约5%。剩下的95%由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暗物质是一种不发光、不反射光线的物质，不能通过直接观测被看到。
但它的存在和性质可以通过其对可见物质的引力效应来推断，而暗能量则是一种充满宇宙、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的神秘力量。这些组成宇宙的主要部分仍然充满谜团，它们的本质和功能是当前物理学的一大挑战。因此，尽管我们的科学理论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但在理解宇宙的全貌方面，我们仍然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每一次科学的重大发现，都可能只是我们对宇宙更深层次理解的一个小步。正如时运的不断变化和适应，科学的知识也在不断的演进和更新。而宇宙的真正本质仍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和理解。总的来说，对时运的深入理解和观察，可以视为理解人类苦难的根源和达到解脱的关键步骤。通过认识到时运的无常和非自我本质，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对个人存在和经验的执着，进而减少痛苦和不满，迈向精神上的解脱和觉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才说，时运是我们如何认识和体验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综合表现，但它并不代表一个固定的、独立的我。这个我总是在变化的、更新的。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感知、情感和思维都是不断变化的，并且不代表一个永恒的我，我们就能以更为客观和平和的态度来接受生活中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句话中，指的是观自在菩萨，也就是观音菩萨，通过深入的般若波罗蜜多的修行，洞察到了五蕴色、受、想、行、识的空性。认识到这些要素的空性之后，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个体自我的虚幻性，从而能够超越生死轮回中的痛苦和烦恼，达到解脱。在五蕴皆空中，空性的概念可能会显得有些抽象。下面我们以简单的杯子为例，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空性的概念。想象一下，你手里拿着一个用来喝水的杯子，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杯子，但是它为什么是个杯子呢？让我们思考一下。首先，这个杯子是由某种材料做的，比如塑料、玻璃或陶瓷。如果这些材料没有被造成杯子的形状，它们就只是一堆塑料、玻璃或陶瓷而已。然后，有人按照杯子的设计把这些材料制成了杯子。如果没有人这么做，这些材料就不会变成杯子。接下来，我们把它叫做杯子，是因为我们用它来喝水或其他饮料。如果没有人用它来喝东西，它可能就是一个装东西的容器，甚至可能就是一个摆设。最后，我们之所以知道它是个杯子，是因为我们学过什么是杯子，知道它长什么样，用来干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个杯子，我们可能就不会用它来喝水。所以，这个杯子并不是自己就是个杯子，它成为杯子，是因为有材料，有制作过程，有我们给它的用途和我们对它的认识。如果这些都没有，它就不是我们所说的杯子了。这就是佛教里说的空性，没有什么东西是独立存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很多条件合在一起，才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通过这种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理解，即使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东西，
比如杯子，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独立自存的。杯子的这个杯子特性并不是它自己固有的，而是由它的材料、制造过程，我们对它的使用和认识共同决定的。这就像是说，杯子是由很多部分组成的，取走任何一部分，它就不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杯子了。这种理解帮助我们看到，世上的一切都是互相连接和依赖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独立存在的。这不仅仅适用于杯子，也适用于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一切。意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放下对事物固有本质的执着，从而在心灵上获得更多的宁静和自由。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意识到事物的空性，可以帮助我们放下对事物固有本质的执着，从而在心灵上获得更多的宁静和自由？我们依然以杯子为例来解释一下。假设你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杯子，它可能有一个漂亮的图案，或者是你从特别的人那里得到的礼物。你可能会认为这个杯子非常有意义，甚至认为它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个杯子不小心摔碎了，你可能会感到非常难过。现在，如果你从空性的角度来看这个杯子，你会认识到，这个杯子其实是由陶瓷、玻璃或其他易碎材料制成的。它的形状和图案是后来加上去的，它没有固有的特殊性，它只是一个物品，可以用来喝水或其他饮料。如果它摔碎了，那只是因为物质本身是脆弱的，和杯子本身没有固有的特殊价值是一样的。理解了这一点后，你就不会那么执着于这个杯子。当然，你仍然可以喜欢它，珍惜使用它的时光，但如果它不小心摔碎了，你也不会感到那么难过，因为你知道，杯子的价值来自于你给它的意义，而不是它自己。你开始理解，无论是杯子、鞋子还是任何其他物品，它们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使用的方式或外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例如，宋朝的瓷碗本来是日常生活中的用品，用来吃饭或装食物，它的价值在当时可能仅仅是它的使用功能。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瓷碗逐渐变成了稀有的古董，它们的价值不再是用来盛放食物，而是成为了收藏家眼中的艺术品和历史文物。它们的存在方式和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实用的日常用品转变为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收藏品，我们反而不会再把它用来吃饭。这个转变就是对空性的一个直观示例。宋朝瓷碗之所以能从一个普通餐具变成珍贵文物，是因为它们所处的环境、社会的认知和对它们价值的重新评估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变化，它们可能仍旧只是餐桌上的一件器具。这说明，任何物品的价值和意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它的历史背景、文化意义、稀缺性以及人们的认知和评价等。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物品和世界，减少不必要的执着和情感投入。这有助于我们保持内心的宁静和自由。
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那么当事物不可避免地改变或消失时，你就能更加从容地接受，不会因为失去它们而感到过度的痛苦。这种理解不仅适用于物品，也适用于人际关系、工作，甚至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情绪。认识到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对于特定状态或事物的执着。这样，我们的心灵就能变得更加宁静和自由，不再那么容易被外界的变化所影响。我们开始更加欣赏当下，而不会总是担心未来或留恋过去。这就是佛教教导我们通过理解空性来达到心灵平静和自由的原因。这样，我们对于《心经》的第一句就解释完了。接下来是下一句：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现代白话解释：舍利子，物质世界也就是色，它和空性本质上是不分离的。物质就是空性，空性也体现在物质中。同样，感受、认知、行为和意识也是这样进一步解释。这部分经文讲述的是色空不二的理念，意味着物质世界和空性是相互依存的，一切存在都是暂时的，相互关联的，没有独立自主的实体。这句话中，舍利子是佛陀最有智慧的大弟子，由观音菩萨教导舍利子内观修菩提。舍利子经常被用来代表所有的听众。色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就是色蕴，指的是所有物质现象。空我们前面也解释了，就是指的空性，就是万物缺乏固有存在，一切现象都没有独立自主的实体，都是因缘和合而存在的。因缘和合就是相互依存的意思。色不异空，就是说物质现象，也就是色蕴并不是与空性相分离的。色没有独立的实体，色的存在依赖于其他条件，比如时间、空间、观察者等。空不异色，就是说空性也不是与物质现象不同的东西。空性不是指完全的虚无，而是指现象的依赖性和相对性。色即是空，就是说物质现象正是因为缺乏独立存在，所以体现了空性。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物质现象，比如一朵花或一个杯子，它们看起来固定不变，但实际上是由无数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自己固有的花性或杯子性。空即是色，就是说空性的存在也只能通过物质现象来认识。我们无法直接感知到空，但可以通过观察物质现象的无常和依赖性来理解空性。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说五蕴中剩下来的四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也和色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对于受蕴，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对于想蕴，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对于行蕴，行不异空，空不异行，行即是空，空即是行。对于识蕴，识不异空，空不异识，识即是空，空即是识。事实上，
如果你已经理解了我们前面详细解释的五蕴皆空的概念，就很容易理解以上的所有内容。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句话其实就是对五蕴皆空的进一步解释。刚才我们举了杯子的概念来说明五蕴皆空，现在我们再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色空不二的概念。让我们以手机为例，当我们看到一个手机时，首先，色蕴就是物质，手机的物理形态，包括它的尺寸、重量、材料、颜色等，这些都是可以感知的物理属性。但是，这些属性依赖于制造过程、材料的来源、设计理念等多种因素。没有这些因素，手机就不会以我们所认知的形式存在。因此，手机的物质形态色蕴是空的，即它没有固定的独立的实体。然后受蕴就是感受，使用手机时的感受，包括看到屏幕上内容的愉悦，听到音乐的享受，或是收到不好消息时的不悦。这些感受依赖于特定的情境和个人的心理状态，它们不是手机本身固有的。再接下来，想蕴就是认知，我们对手机的概念和理解，例如将其视为通讯工具、娱乐设备或工作必需品。这种认知依赖于社会文化背景、个人经验等因素，这和宋代的瓷碗类似。如果过了5000年，假如你现在用的手机还存在，可能也不会是一个通讯工具，可能会是一个古董，甚至是一个神器。再然后，行蕴就是意志和行为，涉及到使用手机的决策和行为，如打电话、发短信、浏览网页。这些行为基于我们的需求和欲望，而这些需求和欲望是不断变化的。最后，识蕴也就是意识，我们通过手机来感知和认识世界的能力，如通过它获取信息、与他人沟通。我们的意识被手机介入的方式所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基于手机如何被使用和理解。所以，当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它意味着所有这些元素色、受、想、行、识都没有固定的独立的实体，它们都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存在于有条件的网络中。手机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对象，也就是色蕴，它的存在和我们对它的认识、感受、使用和意识，也就是受蕴、想蕴、行蕴、识蕴，都是彼此交织、相互依赖的。通过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事物的本质是空的，即没有独立自性的。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对事物的执着，理解事物的相对和暂时性，从而在心灵上获得更多的宁静和自由。为什么看到事物的本质是空的，就是没有独立自性，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对事物的执着，理解事物的相对和暂时性，从而在心灵上获得更多的宁静和自由呢？让我们依然以手机为例，想象一下，你有一部手机，你可能非常喜欢它，因为它有很多功能，外观漂亮，
给你带来了很多方便和乐趣，但是这部手机其实是由很多部分组成的，比如屏幕、电池、芯片等。这些部件都是由不同的材料在不同的工厂制造的。如果这些部件没有被组装在一起，它们就不会成为你手中的这部手机。再进一步想，这部手机为什么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可能是因为你用它来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或者用它来工作、娱乐。但如果没有这些联系和活动，手机对你来说就只是一个物理物品。它的重要性是因为你赋予了它特定的意义和用途。现在，假设有一天这部手机丢失或损坏了，你可能会感到失落或沮丧。但如果你认识到手机的空性，就会明白这部手机只是暂时的。它的存在和重要性都是依赖于许多外在因素和你的主观感受，它本身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手机性。这样一来，你就不会对这部手机产生过度的依赖或执着。通过这样的理解，你开始认识到所有事物都是这样，它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依赖于许多因素而存在。事物的价值和意义，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赋予的。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对事物的执着，特别是当这些事物改变或消失时，我们可以更加平静地接受，不会感到太大的痛苦或不安。简单来说，认识到事物的空性，就像是看清楚了事物的真相。我们不再盲目地依赖它们，也不会因为它们的改变或丢失而过分伤心。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认识能带来心灵的宁静和自由。这样，我们对于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解释完了。下一句，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现代白话解释，舍利子，所有事物都呈现空性的特点，它们既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不是单纯的消失，既不是纯洁的，也不是污秽的。它们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进一步解释，这里进一步强调了万物的空性特征，意味着一切现象都是相互依赖、不断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本质。其实，当你理解了五蕴皆空之后，这句话也就很好理解了。下一句，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的现代白话解释，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这句话意味着在空性的理解中，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都不存在，都是相对的，没有固定实质。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里进一步说明，在空性中，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识蕴，以及这六识所感知的对象，色、声、香、味、触和法，就是感官对象和心理对象。所有这些都是空的，它们不具有独立性，
都没有固定实质。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句话指出，从感官的领域，如视觉领域、听觉领域，一直到意识的领域，所有这些都是空的，即它们都不具有独立的、固定的实质。无明，亦无明尽。这里说到的无明是指无知或迷惑。佛教认为这是苦难的根源，但在空性的视角下，甚至无明和无明的终结，也就是觉悟，同样没有固定实质。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指的是在空性中，甚至生老病死及其终结，也是没有固定实质的。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的，这表示在空性的理解下，苦难的存在、原因、灭除以及达到解脱的道路，甚至智慧和获得的成就，也都是没有固定实质的。这些都是相对的，依赖于特定的条件和因缘而存在。进一步解释，这段经文深刻地表达了佛教中空性的概念，即所有事物都没有固有的、独立的实质或自性。这种理解不仅仅适用于物质世界和感官体验，也适用于更深层次的精神和心理现象，包括我们对苦难、无知，甚至解脱和智慧的认识。简而言之，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一切事物和现象，包括我们的感官体验、情感、思想，甚至是我们对生死和解脱的理解，都是不断变化的、相互依存的，没有一个是独立存在、永恒不变的。这种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对事物固有本质的执着，从而达到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自由和平静。其实，你如果理解了五蕴皆空的概念，那么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的这句话也就不难理解了。它其实是对五蕴皆空的进一步阐述。然后是下一句：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现代白话解释：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获得，因此菩萨依靠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智慧圆满，可以达到心中没有障碍。因为没有障碍，所以也就没有恐惧，能够远离颠倒的梦想，最终达到涅槃。进一步解释，这里描述的是，当菩萨通过般若波罗蜜多的修行，也就是智慧圆满的修行，达到对空性的深刻理解后，他们就不再受到心理障碍的困扰，不再有恐惧和误解，最终能达到涅槃。这是一种超越一切痛苦和迷惑的状态。接下来是下一句：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现代白话解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所有佛陀，都是通过修习般若波罗蜜多来实现无上的完全觉悟。进一步解释，这表明所有的佛陀都通过对般若波罗蜜多的实践和理解，达到了最高的觉悟状态，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这里，
三世诸佛通常指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佛陀。在佛教中，三世指的是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因此，三世诸佛意味着所有时代的佛陀，包括已经成佛的、现在修行成佛的以及将来会成佛的所有觉悟者。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迷惑。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佛陀是指释迦牟尼佛，但是佛教认为释迦牟尼佛并不是唯一的佛陀。在佛教宇宙观中，有许多佛陀在无数的世界和时代中出现，释迦牟尼佛只是其中之一。每一位佛陀都是一个已经完全觉悟的存在，他们克服了所有的无明和烦恼，达到了无上正等正觉。佛教教义中提到的其他佛陀还包括如来弥陀佛、药师佛等。所以，当佛教徒提到佛陀时，通常是在指一个已经达到完全觉悟状态的佛，而不仅仅是指释迦牟尼佛。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佛陀是一个称号，意味着觉者或觉悟者。对于般若波罗蜜多，我们在本影片开头已经解释了这个概念，就是智慧完满的意思。然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梵语，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也就是最高的智慧觉悟。其中阿为无，耨多罗为上。阿耨多罗就是无上之意，三藐是上而正之意，三菩提是普遍的智慧和觉悟。在这里，我们需要着重理解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意味着这种觉悟是所有修行和觉悟状态中最高的，没有任何其他状态可以超越。正等表明这种觉悟是完全和彻底的，与佛陀所实现的觉悟是同等的。它不是部分或片面的，而是全面的真理理解。正觉指的是正确的、无误的觉悟，是对真理的直接和完整的认识，没有任何迷雾或错觉。事实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指达到佛陀的状态，即成佛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完全觉悟的状态。因此，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其实就是说，所有时代的佛陀，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通过修习般若波罗蜜多，即智慧完满，来实现最高的觉悟状态，无上正等正觉。这个状态不仅代表了对真理的完全理解，还包含了对所有生命苦难的超越。在这里，般若波罗蜜多被看作是达到觉悟的关键途径。也就是说，成佛的必要条件就是智慧完满。然后下一句，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现代白话解释。因此，知道般若波罗蜜多是伟大的真言，是明晰的真言，是最高的真言，是无与伦比的真言，能够消除一切苦难，是真实而非虚假的。因此，我们诵读般若波罗蜜多的真言，这个真言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进一步解释，最后
心经强调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智慧完满的重要性，将其视为能够消除所有痛苦的真言。这句真言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句话是梵语，是一句咒语。诵读的时候要用梵语诵读，否则就会不灵验。这个咒语的直译并不常见，因为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念诵，而不是被逐字翻译。这个咒语通常被理解为一种神圣的、有力量的宣言，旨在加强经文中的教义，并帮助修行者实现觉悟和智慧。如果要尝试对其进行近似的翻译，它大致可以表达为揭谛揭谛，意思是去除、去除或揭开真理。揭开真理意味着消除迷惑和无明。波罗揭谛意思是彻底去除或彻底揭开真理，意味着彻底清除一切障碍和烦恼。波罗僧揭谛意思是彻底去除，达到彼岸，或彻底完满揭开真理，只达到彼岸的智慧和解脱。菩提萨婆诃意思是达到菩提的彻底完满觉醒和解脱，表示对至高无上的智慧和觉悟的称颂。当然，对于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句咒语，你也可以有其他的理解，例如觉悟、觉悟、彻底觉悟、彻底完满觉悟，达到菩提的彻底完满觉悟，或者也可以理解成去彼岸吧，去彼岸吧，看透一切去彼岸吧，彻底看透一切去彼岸吧，必定可以到达彼岸，证得菩提。这里我给出了4种理解，其实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给出不同的理解。菩提在佛教中是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觉悟或启迪的状态。这个词来自梵语，有觉醒、理解或知晓的含义。具体来说，菩提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觉悟，菩提是一种对生命真相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它不仅涉及智慧，还包括对苦难的根源、生命的无常性以及众生相互依存性的深刻洞察。然后是解脱，达到菩提状态的人超越了无明和烦恼，从而实现了从生死轮回中的解脱。接下来是无条件的慈悲，在菩提的状态下，个体不仅为自己的解脱而修行，也致力于帮助所有众生达到解脱。这种慈悲是无条件的，不分差别地延伸到所有生命。最后是终极目标，在佛教中，达到菩提是修行的最终目标，它代表着对佛法的完全理解和实践，是精神修行的最高成就。佛陀就是在菩提树下达到了菩提，从而成为佛。也就是说，菩提是一种状态或境界，而佛是达到这种状态的个体。如果你能达到菩提的状态，你就能成为佛。总的来说，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句真言是对修行者通过般若智慧实现彻底的觉悟和超越的鼓励与颂扬。它被认为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力量，能引导修行者走向真理，象征着从世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达到了真正的觉悟状态。至此，我们就对心经进行了详细解释。接下来，我们整体再解释一下心经。
心经是佛教中非常重要的经典，它简短而深刻地阐述了佛教的核心概念——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智慧的完满。这部经典虽然只有短短的260个字，却包含了极其深奥的佛理。心经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的6个方面。首先是五蕴皆空。经文开始于观世音菩萨在修习深奥的般若智慧时，洞察到所有存在的基本组成要素，即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都是空无自性的。这表示所有的感受、认知、行为、意识以及物质世界都不具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其次是色空不二，经文强调色，也就是物质世界与空性在本质上是不分离的。这意味着物质世界和我们的感受、认知等都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依赖而存在，没有独立的实体。然后是一切法空相。心经提到所有法，也就是现象或事物都是空相，即没有固有的生灭、构净、增减。所有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中，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状态。接下来是无所得的解脱。经文最后指出，由于没有固定的实体可得，菩萨依靠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心无挂碍，因而无有恐怖，最终远离颠倒梦想，达到究竟涅槃。再然后是三世诸佛的实践。经文强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佛陀，都是通过修习般若波罗蜜多，达到无上正等正觉。最后是般若波罗蜜多咒。心经以一段咒语结束，这段咒语被认为具有强大的力量和深远的意义。它象征着通过般若波罗蜜多的实践，修行者能够消除一切苦难，达到真正的觉悟和自由。心经的核心在于其对空性的阐释，这是佛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空性指的是一切事物都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我本质，它们的存在依赖于其他条件和因素。这种理解有助于人们超越对于事物固有本质的执着，从而达到心灵的自由和解脱。简而言之，心经不仅是一部深奥的佛学经典，也是一部指引人们如何理解生命、实现心灵平静和自由的宝贵指南。通过对心经的深入学习和实践，修行者可以逐步理解生命的真谛，实现精神上的觉醒和解脱。这部经典不仅是佛教徒的修行指南，也为所有寻求深刻生命理解的人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频道成为高维之人，请点击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与高维生命建立连接。通过这种连接，你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自己，发现生命的无限可能。虚空映照万法生，心境清净照真行。般若智慧断烦恼，见空见性破迷茫。一切唯心造幻象，空性无我达自在。法界互融无障碍，涅槃之门待觉开。